友们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我是到达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第5天，今天终于有一个好天气了，至少没有下雨。到了格鲁吉亚以后呢，休整了1天以后，就天天下雨。今天我要去逛那个第比利斯的圣三一这个教堂。这个教堂呢是纯金子打造的一个金顶。我住宿的那个酒店呢，离这个圣三一的教堂很近，所以我就选择走路过去。我都没有看地图啊，我是看到了那个教堂的金顶，就跟着这个路就走过来了。虽然是格鲁吉亚的首都啊，但是它这个城市还是很有年代了，都是上百年的街道。我走的这道门不知道是不是正门哦，但是也能进到圣三一的这个教堂里面。这里不知道在举行什么活动还是什么，刚才这一群人站在这儿没走，我都走上去了，我又退出来了，我不知道这里在干嘛，是不能走还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这个教堂蛮震撼的，在图片上看着小小的。哎呀，这个狗子有点像巴迪呀。Hello。我发现格鲁吉亚的狗子就没有土耳其的狗子胖。这个圣三一教堂呢，也是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这个教堂呢，建于1995年到2004年，也就是9年时间建成。这个教堂呢，它也是格鲁吉亚东正教的一个母堂。圣三一教堂呢，可直接使用谷歌地图用中文字搜索，这里也有英文的地址。圣三一大教堂是格鲁吉亚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，它的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。它的占地面积为5000平方米，从地面到教堂十字架顶端的高度为105.5米。在街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抬头看到它的塔尖。咱们女士进入到这个教堂里面呢，也都是要包头的。如果说你当时没有戴头巾的话，在那个这个教堂门口就有那个一次性的头巾，你要把它披在头上。我进入到这个教堂里面以后呢，我都不敢怎么拍，因为这里面都是一些虔诚的信徒在那里祈祷。虽然第比利斯圣三一教堂的历史没有其他教堂悠久，但是其建筑恢宏大气、庄严雄伟，地面铺就着大理石砖，祭坛也用马赛克瓷砖装饰，每个细节都体现了这个教堂的地位和意义。教堂的塔尖是由24K 纯金打造的。这导航也不知道给我导了什么地方去了，怎么感觉这里像乡下呀？
我现在又返回那个圣三一的教堂，然后再从圣三一的教堂走另外一条路去往和平桥。这个整个第比利斯呢也没多大，走路的话一会儿就到了，就是感觉这个地方好偏。这个第比利斯随处可见都是桑葚呢，有好多呀，我够不着，好多呀！哇，这个好大呀！算了吧。好多呀！我发现呀，这个格鲁吉亚就是要钱的还挺多，都是些老头老太太。像这种现象的话，在我们中国就是已经绝对看不到了。我现在在往那个第比利斯的网红打卡点，这个很像水帘洞，还挺好看的。去这个商场逛一下，买了一件卫衣，50块钱拉里，里面加绒的，终于暖和一点了。这个自由广场呢，和钟楼相隔700多米，一般走路就能过来了。我感觉这个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跟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客人太多了，游客也太多，就是满街都是挤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第比利斯就非常的没有那么多游客，也没有那么浓的商业化。像这种街道啊，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店铺的。哇，我又走了一条什么道啊？看这房子都要倒塌了。说实话，这个钟楼啊，属实不好找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格鲁吉亚的旅游业没有那么发达，想要找一个地方啊，这个地址真不好找，主要是攻略上它没有具体的地址。我把钟楼的这个地址呢放在屏幕上，你可以直接谷歌导航搜那上面的英文地址，就能搜到叫什么剧院还是什么，就是钟楼这个位置。相机都拍没电了，我现在只能使用手机来录视频了。这个木偶钟楼呢，听说每到整点的时候它会开门，然后有木偶出来表演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没有赶巧。第比利斯老城区的这个木偶钟楼呢，是世界上最小的钟楼，极具艺术美感。整个钟楼的外墙大量使用了装饰用的小瓷砖，每到整点的时候，顶层有一个小窗会打开，一个木偶小天使会出来敲响钟铃报时。每天中午的12点和晚上的7点钟，这里还会上演小型露天木偶剧，短剧只有4分钟，用可爱的木偶娃娃展示了他的青春和他的爱情。木偶钟楼呢，离和平桥也就几百米的距离。格鲁吉亚的狗狗也蛮大的哟。
就在钟楼的旁边，这里也有一个教堂。哇，这是一只卡斯罗吗？好帅啊！哦，帅气的狗狗，跟我巴迪一样的帅。这里就是和平桥了。这个和平桥在第比利斯，感觉已经算是比较现代的了。这下面这条河是库拉河。就在坐缆车这里有一个臭不要脸的厕所，不仅要投2块钱的币，我进去上完以后差点没出得来。就是我刚到第比利斯那一天。Hello， 有点神似我的周巴迪，但是它没有我周巴迪好看。就在这个大球的旁边，就是坐缆车的地方。哇，这格鲁吉亚上厕所可真贵，2块格鲁吉亚币就相当于5块多人民币，不管大小都是2块拉里。坐缆车这里有一棵机械树，树上还做了很多鸟窝。看，这全是用铁做的。这里还有一只铁狗，这看到哪里呢？这个广场上有很多拿着鹦鹉和猴子，让你跟他拍照的。这个拍一次照就得10块20块拉里。如果你觉得你想拍的话，就接他的那个鹦鹉和猴子；不想拍这个照的话，就不要接。这家咖啡厅可以喝酒，可以喝咖啡，还挺有特色的。这家咖啡厅好像是拿了一个火车过来的，火车头，这是一个。点了一杯美式，在这个火车酒吧坐一会儿，待会儿就要回房间了。太阳一下山就有点冷，虽然说这是才买的衣服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冷。我看到有一些那个本地人还穿短袖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，我看着都冷。哇，在我脑子比较正常的时候，我走过1遍的路我都能记得耶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游客太多了，我还嫌吵；这个游客少了，我还有点害怕，尤其是需要穿那些各种小巷子的地方。路过超市的时候买了几个苹果，一共6毛4拉里，折合人民币1块5毛钱左右。回到酒店了。哇，今天外面风好大呀，头发给我吹得毛毛躁躁的。洗了一个苹果，尝一尝这1块5毛钱6个苹果好不好吃？挺不错的，酸酸的，脆脆的。我今天呢就把第比利斯这个城里面的打卡点已经打完卡了。还有朋友问苏联时代的地下印刷厂现在还有没有开？等我了解一下，如果说有开的话，我会专门去拍一个视频的。好了，咱们这期视频先到这里，喜欢这支视频的记得给这支点击关注哦。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